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Python 教学影片。这集我们要带大家打好基础，主题是 Python 基础语法与形态，会从最基础的语法结构开始，一步步认识建构 Python 程式的资料积木。不管你是完全没经验的新手，还是想复习基础，这支影片都非常适合你哦。一开始先带大家看个总览图。今天会学到两大核心区块，左边是核心语法规范，包括万物皆物件的观念，缩排跟注解怎么写；右边则是变数与资料形态，告诉你变数命名的地雷，以及 Python 里有哪些基本的数值跟容器形态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进入第一部分，核心语法、变数与资料形态概念。首先，学 Python 一定要懂物件观念。在 Python 里有一句话叫万物皆物件，这代表不管是数字还是字串，都不只是一般的纯资料，它们都被包装成物件。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 Python 提供了很多内建的方法，可以直接拿来操作。比如说，你输入一句小写的 Hello World， 只要加上 .upper， 就能1秒全部变成大写，超级方便吧？写程序除了给电脑看，也要写给人看，当做笔记。这时候就需要注解。单行注解很简单，只要加上井字号，后面的文字电脑执行时就会自动跳过。如果你的逻辑比较复杂，笔记很长，可以用3个单引号或双引号把它包起来，变成多行注解，让程序码更好阅读。那如果一行程式码太长怎么办？你可以用反斜线把它连接到下一行。另外 ，Python 有一个跟别的语言很不一样的最大特色，就是用缩排 indentation 来定义程式的逻辑结构。你看画面上的 if 判断式，后面加上冒号后，下一行只要往内缩 ，Python 就知道它们是属于同一个区块的，这让程式码看起来无敌整齐。接下来聊聊变数命名规则。你可以用大小写英文字母、数字跟底线来帮变数取名，但有2个大忌。第一个字绝对不能是数字。第二 ，Python 是大小写敏感的，大写的 ABC 跟小写的 ABC 是完全不同的2个变数哦。实务上，强烈建议大家用有意义的英文单词来命名，日后才看得懂。除了刚刚说的规定，还有一种词不能拿来当变数名，叫做系统保留字。像是画面上看到的 if、for、and 这些，它们已经被系统包下来做特定功能了。所以请大家帮变数取名或设常数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避开这些保留字哦。搞懂变数后，我们来看这张资料形态总览图。Python 的资料形态主要分2大类，一种是单一资料的基本形态，像是数值跟字串；另一种是用来装很多笔资料的容器形态，包含列表、元组、字典跟集合。我们接着就来一一介绍。先看数值形态，最常见的 integer 整数，在 Python 里可是没有范围限制的哦，只受限于你电脑的记忆体大小。再来是 float 浮点数，也就是带有小数点的数值。另外还有工程常会用到的 complex 复数，以及用来判断对错的 bool 不零值，只有 true 跟 false 2种状态。接着是大家一定会用到的字串形态。字串就像一条链子一样把字串起来，我们可以用单引号或双引号把它包住。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字串有不可变 immutable 的特性，一旦建立好，里面的内容就不能单独修改哦。在字串里，如果我们想换行或打出引号怎么办？这时候就要呼叫跳脱字元了。例如，符号大数 N 就代表换行，符号大数 T 代表按了一下 Tab 跳格。另外 Python 3预设采用 Unicode UTF-8 编码，所以你想要在程式码里完笔支援中文输入是完全没问题的。这里要介绍一个特别的朋友，叫做 none。
大家不要把它跟数字的0搞混了哦。0是一个有数值的整数，但 none 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空值，表示什么都没有的虚无状态。它不等于0，也不等于 false。如果你的函式没有设定回传值，预设就会丢出一个 none 给你。有时候我们会需要把资料变身，这叫资料类型转换。就像透过漏斗一样，你可以用内建函式强制转换形态。比如说，把小数123.45放进 int 里面，出来就会只剩下整数的123。如果不确定现在变数到底是什么形态，也可以随时用 type 来检查。进入到容器形态，先来比对列表 list 跟元组 tuple。list 用的是中括号，它是可变的，里面的元素可以随时增加、删除或修改。但 tuple 用的是小括号，它就像刻在石头上一样，一旦建立就不可变了，内容无法再更动了。最后2种容器是字典 dict 跟集合 set。字典顾名思义就是有键值对 key value pairs， 你要透过唯一的 key 才能找到对应的 value， 就像拿钥匙开抽屉一样。而集合的特色是不重复的元素，如果你丢了一堆重复的资料进去，它会自动帮你过滤掉，而且里面的资料是没有固定顺序性的哦。影片的最后，我们来做个重点回顾。今天我们学会了用缩排定义区块，知道变数开头不能是数字，而且要避开保留字，也认识了各种基本数值，像是无上限的整数、不可变的字串，以及4大容器的差别，谁可以变，谁不能变，谁不能重复。恭喜大家成功解锁 Python 的语法基础啦！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。